这是的嘞。这是的了。2015年10月21日，您和你的姐姐丹增卓玛在西藏阿坝县举行了游行活动。首先呢，我想请问，当时你们是怎么抗议的？你们的抗议诉求是什么？那时候就是达赖喇嘛很想回到藏区来，很想藏族有自由，很想有自由人权，我们人权都没有，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母语的保护的权利都没有，所以说就抗议的。那当时你抗议之后，你就被警方抓捕了。那当时他们是怎么审讯你的？有没有对你使用酷刑？那时候抓的时候就我们两个肩膀打的特别痛，就两个手拿的就痛得很，但是他们打的特别就不像打人一样，就是像个石头上打的一样。你们被拘捕以后，就1年之后被当局判处了3年的有期徒刑。当时法庭有没有公开你们的庭审？你们的家人有出庭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当局这样的判刑，就3年的这种判刑，对你来说是公平的吗？不公平，非常不公平，真的。那上次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你们在监狱中受到了狱警的歧视，可以说说具体的情况吗？可以。我们进监狱的时候，藏族和汉族和完全是看法不一样。他们说可以语言上呀、沟通啊之类的，什么都可以。但是我们藏族人的话，我姐姐和我的朋友这些扎西卓玛呀之类的，他们有。但是他们的我们说话的不行，我不能说话，说了就监狱的那个规定就犯了，然后天天学习，天天在训练，然后就规范这些的背，必须要背，不背的话就晚上3更半夜就1点2点就不能睡觉。那你在监狱服刑期间，当局有没有让你和你的家人见面？当时我判了刑，然后就1个月可以见，但是我是就牧区的嘛，所以说我爸爸不会和汉语说，但是当时我爸爸妈妈把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，爸爸说藏语嘛，不会说汉语，然后我们两个说了的时候，就5分钟没到就挂了，不允许说，只能说汉语。我爸爸不会说汉语啊，真的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。那2018年10月21日，你和丹增卓玛刑满获释。那获释以后，你们的情况是怎样的？我们两个刑满了，对，社会上来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就只能住在村里，其他的地方不能去，管得特别严格和要求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管得特别要求，天天在打电话，天天在联系，然后去派出所登记啊之类的。那2023年6月28日，你逃离西藏来到了印度，你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？就是我很想我们藏区的，他们现在新闻上发的之类的，完全的现在我们藏族人做的收到的完全不同相反的，所以说我真实的想说出去。所以说，你就是为了说出真实的事情。对对。那你来到印度以后，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？收到的感受嘛，就是之前就是藏区在的时候，就国家管得非常严格嘛，所以说很烦，很困难，心很痛。然后来到印度就我的非常轻松，非常非常的自由，非常非常的轻松。那你来到印度之后呢？你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，那么你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感受？
非常的感动和非常非常的幸运，真的见到了达赖喇嘛，真的。那你们家乡啊，就包括你父母、你身边的人，他们就是说在那边见不到达赖喇嘛尊者，在西藏见不到达赖喇嘛尊者，所以说，那他们经常平时就是想念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，会做什么？就拜托嘛，拜托和怎么说呢？这个，没那么就弄祈祷。祈祷，拜佛和祈祷，天天在做这样。那我发现呢，就是你在西藏抗议的时候嘛，你手里举着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，那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你的一个诉求吗？就是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到西藏，这是一种诉求的表达吗？就是你希望中国当局让达赖喇嘛尊者回西藏，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吗？是的。那你现在已经到一个自由世界了，就是印度。那么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打算？我的打算就是我们藏区的真实的情况，就是全世界看不到的，国家不允许传播，一直在藏着。我是藏区来的，所以说我真实的情况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的，所以说我的打算说一直在传下去。那谢谢，我们采访到此结束，感谢。